那个演讲其实就是给了我一种错觉，因为那个演讲其实我主要讲的问题是我与自己和解，但其实我现在发现没有。你骗自己你很强大，你可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忍得住，扛得住。对，这些事情不管了，对，发生什么事情没事的，对，咱们接着往下走。但我现在其实真的有点走不动了，你知道吗？它已经溢出来了，它已经崩到裂开了。我感觉我每多活一天我都是奇迹，你知道吗？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的是，很多人都觉得可能你成为一个偶像就应该放弃什么东西，但是你要想的是，你不只想成为偶像。有很多人都跟你说，多经历一些怎么样，但并不代表这些我应该经历。我现在状态更多的是一个认清自己的一个过程，我在努力的去尝试让各种东西能够唤醒我一些。当你真正的看清自己，你才有可能获得你想要的结果，有可能去改变。我以为偶像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动力，对，哪怕遇到挫折，结果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我到现在也放不下的事情，我无法释怀。对，我以为学校认识同龄人，认识新的朋友，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因为我是特别内向的人，你知道吗？对，没有办法，我只能靠这种来调动大家的情绪，先把自己灌得稍微多那么一丢丢，对，把自己性格变得外放一些。但我被我自己我认为是最信任的人给出卖了，在学校。然后就会怪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都会怪自己，就是我会想到为什么要相信他。敢问您芳龄02。没事，哇天哪！你再说一遍。怎么差别更大？长得不像，皮肤没有管理。不，气质不像啊。你真是02的。鄙人我饮酒醉，快乐。要给你看身份证吗？你带身份证出来干嘛呀？我手机有图片。喝了不行了，你就跑过来。我找一下啊。现在00后都这么狂了吗？你自己不是00后吗？就先聊天，聊完之后，然后再喝。因为我的戏也不是很多，但是因为你新人，你必须要跟组。我以为演员可以给我一种新鲜感上的快感。我觉得我再怎么说，毕竟做了几年的偶像吧，会带到我自己身上，然后让我去面对整个剧组的这个小世界，那种落差感真的很大。因为之前一直是在公司里，对，在公司中做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你每天在那么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被封闭了整整大半年，那种感觉是无法想象的那种伤，对，
因为你很迷茫，真的很迷茫，你不知道你的明天要干什么，你不知道你每天在房间里面干什么。哪怕我列了一系列的规划，我去画画，我去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但你发现你自己脑子里面完全是一团乱的，感觉就像有一个死结一样，怎么解又解不开，但是你又看不到那个死结一样。那种状态真的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一个状态，折磨人心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2020年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可悲的一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可悲。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牵挂了，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值得我再去做些什么。其实之前最大吸引我的就是工作，对。但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是不是我的天赋就到这儿了？是不是我再努力，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也达到不了我想要达到的那个高度了？或者说，我一切设想的全都是空的，那个东西就是个假的，对，那个东西就是不应该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如果那个目标达不到，如果这个东西做不出来的话，我会觉得我整个人生没有意义，是空的。对，我会在想我每天在干嘛，我在为了什么东西而努力，何必要去努力呢？所以那天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做不出来了？哪天？哪天？在剧组的有一天，风和日丽，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突然觉得，哎，我有一天，我是不是做不出来了？然后会陷入思考，然后就直接把自己打入黑暗。就那是一个很黑暗的空间，对，你完全是一个瞎子，你不知道你怎么走出去了。对，可能我之前也是一个瞎子，但是我起码敢去碰壁。对，我有那股勇气，但是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的勇气被磨没了。对，我没有力气再往下接着走了。伤害过自己，也可能或多或少的伤害了别人。我还没有彻底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我也相信，可能未来是会有一天会对过去所有的东西释怀，可以真正放下。对，但现在我没有想过跟任何人说道歉，因为我自己还陷在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一个情绪中。别往身上掉啊！再往身上来！别！郭老师，再加上。哇！头上、肩膀上搞一点，快！头上，肩膀上，肩膀，下面看不到，就往上面，放胸上，头顶上。醒过来！粉丝们总是说啊，去学校可以好好做李英超啊什么之类的，怎么可能？我觉得我其实并没有校园生活。对，其实就是半工半读的状态。我的校园生活并不是很丰满，
这2年我在学校没有住过宿舍，对，我都是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然后每天租一个学校附近的房子，然后每天该上学的时候就去上，然后，对，就其实还挺孤独的。我是一个警惕性特别强的人，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住宿舍的原因。其实大家一直都以为，比如说，我有多少个朋友，多少个朋友，然后每天过着多么夜夜笙歌那种状态下，但其实没有，只有那么2-3个人陪伴着我度过了整个大一学期。对，然后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可能跟每个同学都开始慢慢又聊一些啊，又开一些玩笑之类的。对，我跟我杨哥的微信真的就200来个人，所以谁发个朋友圈我们都能看得到。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用 QQ，对，我在那么一个不大的县城里面，我有1000多个好友，我有1400-500个好友，就每天朋友圈刷不完的那种。那段时间真的挺难熬的，对，你想想，就是突然间你被强行抽离了，你知道吗？你跟那个世界强行被抽离。每次周六周日，有时候吧，他们几个轮流带我玩一下，对，他们几个有分工，你知道吗？这周你带谁，然后下周你带谁，谁带我，下周谁带我，然后下周谁带我，对，轮着来，大家，对，其实各位都很感谢他们，但有时候过年过节，大家放假嘛，就都回家了，然后回去找自己朋友啊也好，然后找自己家人也好，对，这时候我就每天按照习惯吧，习惯性的下午去点杯咖啡，晚上去看个电影，然后再出去随便吃个饭，然后就回家了。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对，然后我记得最夸张的一次，因为到后面我们收手机了，对，然后过节放假，就在小日常里面最开始那个小日常里面，就那个小房间里面，我一个人在那儿，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网络，没有钱，算是什么都干不了的一个程度吧。我一个人在那个屋子里面待了7天。来北京这4-5年，我真的觉得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你要说我们遇到的人不多嘛，但是我们遇到的人挺多的，但是为什么微信号会这么少呢？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其实写的特别对，有些人他的圈子很大，但很杂，但有些人他的圈子很小，但干净。我是趋于后者。为什么是现在联络的都是3-4年前的人呢？因为可能我觉得3-4年是一个我接受别人的时间，可能我跟你认识了3-4年之后，我才会完全让你走进我的世界。我会去想要寻找我的同类，哪怕不是同类，但是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点，对，是我所想要追求的。是我所想要期望达到的，那么我会向你学习。但如果这时候正巧我身上也有你想要去学习的一个点，那么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现在很讨厌吃甜的东西。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突然就有一天开始我不吃甜的，这么久1-2年。对，我都几乎没怎么吃过糖，没怎么吃过甜食。我之前真的是很喜欢吃甜食的一个人，因为确实是之前也可能由于幼稚，也可能由于天真烂漫，对，觉得糖分那种满足感会能够给我一些安全感，给我一些宽慰。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天好像我并不需要这种东西来补足，或者说这种东西已经
补足不了我了。为什么想要安安静静的跟亲朋好友们一块儿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日呢？因为我觉得20岁二打头的这10年，我都希望简简单单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简简单单的。我会觉得我现在会很复杂，人每天所交流、所处理的东西都好复杂。我希望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到它简简单单的一面。2020年，我以3种身份，就可能常人想象不到你，他们会觉得很光鲜，哇，你又是演员，又是偶像，又是学生。但是这3个是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完全不同。你要每天以3种人格去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因为你不理解这个圈子嘛，你要去尝试着去接受，要去尝试着去跟他们沟通。那时候的状态真的是每天都要把自己逼疯掉的一个状态。心底里其实还是想要努力去变得更好的，只不过我现在最近真的是找到一种方式去把自己变得更好了。我在努力的去尝试着让各种东西能够唤醒我一些。就这次生日，我还想不跟公司说，我直接下去给粉丝拥抱。我真的想要抱抱他们。我一直觉得他们都是一群很可爱的人。我一直觉得可爱是对任何东西最高级的形容词，它比性感、禁欲之类的词要高级得多。我很多事情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都是一个很激进的想法，然后公司是拉着我的，慢慢拉回来一个平衡。对，但是我始终到现在都没想明白的是，我为什么要跟所有人道歉？我没有在公共场合抽，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唯一一个值得道歉的点，是对我的粉丝，是对爱我的人。我没有让我的粉丝了解到我，对，我没有给我的粉丝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向。就现在很多人都在说风凉话，对，因为他无法设身处地的想象你那种痛，但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对，你也要强迫自己接受这种现象，因为确实世界上就很俗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对不对？没有办法的，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做的，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从而才能去改变自己，而不应该去盲目的改变这个世界。我基本上是白天一个样，晚上一个样，尤其是到深夜，我的整个就好像吸收天地之精华一样，就整个开始吸收整个夜里的所有负面情绪，然后诞生出一个新的我。对，杭州不对，是广州的时候，有一个粉丝跟我。就很多粉丝嘛，就说哇，弟弟你的眼睛真好看。有一个粉丝，然后有的粉丝说哇，弟弟你前发真好看。对，但只有那么一个人跟我说，他跟我说了一句辛苦，了，跟我说我知道很不容易，就我当时我真的整个泪水都要夺出眼眶的感觉，就真的是就
人在很崩溃的边缘，很去折磨自己的时候，他需要的并不是劝导，他需要的真的是安慰，他需要的仅仅是你抱住他说一句辛苦了，说一句我知道你很难，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对，这个话抵过千句万句的劝导，真的是。哎呦，我现在看见这泪水要夺出眼眶的感觉。就包括比如说人在陷入低谷的时候，在这里奉劝各位，你想劝导他是没有用的，对，真的是没有用的。你像那些抑郁症的患者，或者那些焦虑症的患者，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伤害自己是有错的吗？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已经让他们提不起兴趣了，他们只能从这其中获得一些理智也好，快感也好，对，获得一些清醒也好，对，这其实仅仅是他们最后一种极端的获取清醒的方式而已。所以真的不要去劝，因为你不理解那种痛，你真的不理解，你不知道自己伤害自己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安慰，我们仅仅需要一个拥抱，然后说一句当我们继续往下走，有我陪着你。这几句话的力量大过无穷。老板，再来一杯美酒吧。就这几年看过很多次心理医生，公司有找过，然后我自己也去看过，然后也开了药，然后也在吃。这东西真的，心理上的病，它能够影响你身体各种万物的机能。对，但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能医治。对，其实我现在不惧怕任何东西，我不惧怕，我就每秒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你既然接受，那么你就来，我带你一块开心，带你一块感受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对，那你不接受，那只能说明咱俩不是一路人。对，你去喜欢你喜欢的，我当然没有异议，对不对？我去珍惜我喜欢的，对，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尤其是20岁这个年纪，经历了这么多，它不可能不宝贵。在以后不管多久看来，多久再回头看你现在这个状态，肯定都会觉得，可能我过几年，或者4、5年，可能过了5、6年，然后会认为我现在这个状态很无法理解的一个状态，对。但我现在其实我真的这么想的。其实这一学期怎么说呢？学校的表演课，我对自己其实是有点失望的。对。要求没达到还是？就是没有把最好的状态变成稳定的状态。对。但这真的是要靠时间来打磨的。但是我20年真的太忙，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每天在忙些什么，但是真的是因为太忙了，没有真正，其实有做好的时候，对，排练的时候有做好的时候，但是没有在台上发挥出来，就是没有做好，没办法。大家只会记住台上的时候。对，哪有路人去管你，去有那个闲心去观察你每天在干什么？对，大家都是自私的。我觉得其实以我现在的观察来看，我觉得演戏最重要的是有灵气。就比如说像周迅老师还有张子枫老师，他们都是，我觉得他们是适合于所有角色的。对，他们那股灵气是真的是往外冒的灵气。对，但我觉得我的灵气只在于适合我自己的角色上面，我可能会冒那么一两下。对，演员做自己的话，那他所有表演出来的状态就只有一种。对，他是要去真正的去打碎自己，去一块块拼成另一个人的模样。对，这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很痛苦的一段旅途。挺爽的，这次真的是，这次最令我震惊的是，我们中间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一共拍了3天。第二天的时候，我们拍了21个小时，从早上8点，然后起来，然后直接化妆，然后各种拍，然后一直拍到了夜里6点，5点半吧，差不多。早上5点半。对，早上5点半。最令我惊讶的是，我人生第一次拍了那么久，我只打过1次哈欠。整个人都很亢奋的状态。对，整个人真的很亢奋的一种状态。我之前特别生气的一个点，是因为最关键的一个点，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我自己心里面预期的程度。对，而且那段时间我状态本身就不好，对，然后就直接就开骂了，我就对，其实工作人员的过程中都是很不容易的。对，你像我们每天撑20几个小时的拍摄，对，但其实我们每次收工的时候，他们每次去的比我们早，收的比我们晚，其实他们会比我们更辛苦。对，但其实问题又回来了，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点，这个视频放出来的，你说有他们的脸吗？没有。对。但其实主要大家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3个人的呈现。对。这些幕后的东西，路人是看不到的。对。他只买单自己想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平衡，很难去把握的一个平衡。其实你把这事想的简单一点，就会说得非常通。对，把它想的特别的简单。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出歌的，我们是出专辑的，我们是做舞台的。对，这是我们最核心的3样东西。我还会有一个更多的是演戏，做演员。对，但现在还没有成熟。对，我们最成熟的就是做歌、做 MV、做舞台、做视觉，对，这几样大的板块。能够理解为什么说我们是壳。对，因为确实，比如说在偶像里面有太多人是壳了，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壳的状态。对，我们虽然可能那里面有一点点的芯儿，但是我们这个芯儿还不足以支撑我们现在的壳，就会让别人产生这种观念。
实有壳有芯儿，是我们一直努力的一个目标。壳现在已经有了，其实我们再把我们自己的芯儿一点点的壮大。对，如果壳太大的话，我们可以不要。对，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壳，只要它里面包的是实心，不是空心儿的。我们整个公司，整个大家所一起努力的人都是实心儿的，而不是空心儿的。对，虽然可能我们的壳会很小，对，但是我们活得踏实。其实画画是我一个输出情绪的办法。对，它可以把我的内心世界画出来。然后为什么喜欢涂鸦呢？街头的精神吧。对，街头那种自由、狂荡不羁的那种精神。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这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就是自己去设计图案。但这种攻击其实会给你一种快感，这种攻击其实会更加的给我灵感，更加的会让我觉得哇哦，对，我引起你的注意了。对，比如说有一些负面的时候，我都会写首故事，然后问公司能不能发，然后公司每次都说，显然是每次都各种劝，就算了，忍一时风平浪静。外界所有的对我的敌意，我想通过这种画画涂鸦，往音乐上靠的话就是 respect， 就是想要反抗回去。但这些东西其实也成就了我，这些东西也给了你灵感，给了你帮助。但就像咱今天下午聊的那个，是个壳，我有放弃那个壳的勇气，我又有勇气做了这么大，抓住这几样东西，然后捞一笔，捞一笔之后，比如说投资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淡淡的吃它了。对，这种状态我是不想要的。对，我要出歌出到4、5十那种。因为这就像篮球运动员一样嘛，就是退休嘛。对，因为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身体各个机能你会下降。其实听歌也是，做歌做音乐也是。对，你的感知度、敏锐度，各个都会与这个时代脱节。对，如果我发现我跟这些后辈们是真的不如他们的时候，对，再努力，就真的是他们会做的作品比我更好的时候，我会毅然决然的退出。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退出的方法。做一个坏人，对，加引号的那种，对，是因为。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我自己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反抗的一个状态吧，对，我想要尝试一些更新鲜、更不一样的东西，对，更街头、更地下黑暗系的感觉。我人生第一次干这种极其恶劣的坏事，之前赶在广州，虽然队长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太可怕了，这种体验，这辈子没干过这么惨的事儿，没干过，真没干过。你告诉我你是真说好了，吓到我了，真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对身边的人保护欲都非常强的人，对，一旦认定你是我的人，那么谁敢碰你？对，那你就让他试试看，是这么一个角色。对，就比如说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我的助理，被其他人欺负了 ，OK 啊，让我亲自去找你算这个账。那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就是，所有人都把你以为成好人，老好人，就是因为这点，才导致所有人都不 care 你的情绪。我一直在反正我对你的好是应该的，
我凭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呢？你把它当成习惯了，这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但没有办法，对这个行业本来就针对的有色眼镜太多了。你说你想要改变全世界人的看法吗？你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怎么可能？你做到的只是你能够感恩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懂你的一群人，真正懂你就好了。有这么一个小群体想团伙，这是一个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也可能需要道歉的是，可能这段时间的各个状态吧，对，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很好的榜样，还是建议我在尽量的控制自己。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做一个掌握好平衡，尽量少伤害别人的一个人。我想我自己活得开心一些，这是我现阶段所想的。我不想再去想每个人的态度，每个人的情绪了，这样真的很累，非常累。去顾及所有人的情绪，去安慰好每个人所有的情绪。对，只有你先把自己爱好了，你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去爱身边的人。就之前的状态，大家通过这一天吧，大家或多或少的可能了解到一些，对，但这些都是我之前的状态吧。对，我现在的状态更多的是一个认清自己的一个过程。我之前本来想做的是一个释怀的一个视频，但确实我现在没有办法释怀，我也不骗大家，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就跟所有人说道歉，我也不骗大家。但其实很多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对，当你真正的看清自己，真的人最可怕的一个点就是没有了牵挂，没有了牵挂，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梦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感觉你跟整个世界都全部脱节。我说我现在其实所期望的并不是好的人跟我一块沉沦，而是坏的人跟我一样触底反弹。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我们先成为自私的人，才可以成为无私的人。对，千万不要自我感动成一个无私的人，那是最假的一种状态。希望各位每天开心、快乐、愉悦，看清自己，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改变自己。